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自己在制作板介時候的一些方法。那所謂的板介，它其實就是像這樣子平板狀，然後有一點寬度的介圈。那我們都叫它叫做板介。那一般制作板介的時候，我們會用到的材料是比如說像這樣，它是板材，然後你下去裁切成長條狀的形狀，然後再去成型。那還有另外一種方法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，我是用線材去碾片碾壓出來，讓它變成平板的形狀。它有一個好處就是我的這個板材的邊緣，你可以看到我這個板材的邊緣，它其實是有一個很自然的弧度的。然後我們自己裁切下來的。當然，這個是我用手工裁切的，所以非常的不直。那我們如果有裁板器，它可以切下來比較筆直的這個邊緣，但是它這個邊緣就是一個垂直的面。當然，你如果希望你的材料是你的厚度跟寬度都是比較精準的話，其實用板材下去裁切是比較快的。然後你用線材下去壓的話，你就要再稍微計算一下它的這個壓下去的寬度，它會形成什麼樣子的厚度，這個就需要再去計算一下。提供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板材制作的方式，就是用圓線下去壓。然後大部分在制作介圈的時候，我會建議說不要用太軟的金屬，比如說純銀，它就沒有那麼適合當做介圈。因為一部分是因為你當然戴久了，它會很容易變形。再來是因為金屬很軟，所以它的表面會有很多就是碰撞的痕跡。那這些都是日後比較難去處理的。所以當做介圈的時候，幾乎我用的都是925銀，然後它的硬度比較好。它制作起來當然是會稍微難一點點，只是因為它比較硬。如果大家是要拿來當做配件使用的話，我建議是要用925銀來制作介圈。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會用到的一些工具。除了這個銀的材料之外，我們還會用到的就是介棒，然後一支膠錘或者是不傷金屬的錘子都可以，然後畫線筆、尺、銼刀，粗的銼刀。然後還有砂紙棒400號跟600號，然後鋸弓、鐵砧，最後是一把這種不傷金屬的這種鉗子，你可以挑像這種它上面有包覆矽膠的鉗子，或者是你直接在你的鉗子上面包衛生紙或包布，我們來夾金屬的時候，金屬就比較不容易受傷。好，那以上是工具的介紹，我們等一下就開始吧。好，接着我們來把金屬取料。我們介圈在取料的時候有2種方式是我比較常用的。一種就是假設你的這個金屬長度夠長，然後我會直接在介棒上面彎折。比如說我今天要制作，假設說我今天要做國際為10號的介圈，我會直接把我的金屬條擺到這個介棒上面，但是我不會直接在10號上面彎折，我會小2號，比如說我會在8號上面彎折。這個925銀我都是已經退過火了，所以現在看到我在彎是比較容易的。那我們在成型之前一定都要先退火，不然你的金屬會沒有辦法彎得很漂亮。好，我直接在8號上面彎折，然後讓它有重疊的地方。像這邊你會看到我這邊的弧度，我這上下2條都是有弧度的，而且它是重疊的。那我在8號這邊彎折以後，我就把手放鬆，看它可以下來到幾號。好，它現在下來到9號。那我最終的目的是10號。那我這個時候我就可以，考量一下，我要繼續把它往下擴大一點點，
還是說我就在9號我就要把它鋸開，到時候焊接完以後我再把它延展到10號。好，我現在把界圈反過來，再測量一次。好，一樣差不多是9號。好，那我現在決定我要讓它下來到9號半，所以我再把金屬往下推一點點。好，我們在做界圈的時候，我寧可小一點點，比如說我小個半號，我做完以後，修磨完之後，我把它整形整到10號，這樣我會延展它一點點，然後金屬也不會變得太薄。那你不能做得太小，比如說你直接做到7號，你要延展到10號，那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因為你這樣金屬會被你敲得很薄。再來就是如果我的界圈一開始就做得太大，比如说我直接做在10號上面，那我做完以後我勢必得再稍微把它整形整圓一點，那我最後的成果會比10號再大一點點。我們盡量是把界圈做小，不要做得太剛好，我們留一點點空間讓它可以延展，因為你小要變大延展一下就可以，但是你大要變小，你只能把它鋸開來重新製作。好，那這個彎折的方式是其中一個選擇，就是你的這個板條或者是你的金屬條是夠長的，長度是夠的，它是可以讓你這樣子順手的這樣扳折的時候，是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。扳完以後呢，我會在它們兩個重疊的地方，比如說就在這個位置，我會用記號筆畫一條線。有看到這條線嗎？好，等一下我就會從這條線鋸開，它們重疊的地方就鋸開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再跟大家講第二種取料的方法。第二種取料的方法比較適用於，比如說你的板材長度有限，你沒有辦法像剛剛那樣子一條長的線去彎折成一個圓，你可能只有一個非常剛好，可能只多一點點的一條銀料。那我們要怎麼取料呢？其實是有一個計算公式的，就是這個表是我自己做的介微對照表。那我上面有一個小小的一個介質長度跟金屬取料的方式，它有一個計算公式，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內徑，就是我們的那個介微的直徑，介圈的直徑，內徑加上金屬的厚度，然後加完以後再去乘以3.14。那這個損耗值我們可以先暫時不管它。這個損耗值我會用在比如說你的介圈寬度大於5 mm 的時候，就是你的介質特別寬或特別厚的時候，我才會再加個1 mm。那基本上比如說像我剛剛用的這個介圈，這些都大概是 1.0 到 1.2 左右的厚度，那它們的寬度也沒有超過5 mm。所以我在做這樣子的取料計算的時候，我是不會把損耗值加進去的，我就直接把介圈直徑加上我的金屬厚度，然後再乘以拍。我們在計算介圈內徑的時候，除了這個對照表之外呢，我們也可以用像這樣子的介微環。那如果你的介微環的規格跟這個對照表的規格不一樣的話，我們也可以直接去測量，直接測量這個介微環裡面的直徑就好。比如說我要做國際為10號的話，我就直接測量它的直徑就是1.6公分。那我們再用這個1.6公分來計算我要取料的長度。比如說我們直接把它換算成 milli。所以是16 mm 加上，我等一下要取料的這個金屬的厚度是1 mm，這個是1 mm，16加上1，然後再乘以3.14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取的料的長度是 53.38 mm，那我直接把它取成 53.4 mm，或者是直接是54 mm 也可以。就不要多出太多就好。
那我現在直接來裁切尾的金屬，把它找到54mm。我可以找前面一端稍微比较平的一端當做基準點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先把前端戳平，確認它是平整的。好，我們等一下就直接把這一段切下來，就可以直接來製作了。好，還記得我們剛剛繞的這一個界圈嗎？這個重疊的，直接在界棒上面繞的這個重疊的界圈，我們現在要沿着這條線把它鋸開來。我剛剛用畫線筆畫的這條線，它可能必須得透過反光才會稍微看得比較明顯。這裡我剛剛畫了一條記號線。那這個如果大家看不清楚，也可以用麥克筆，但是用麥克筆畫的話，就是要比較注意的一點是，你只能選擇在這個線的畫在這個線的內側或者這個線的外側，然後來去鋸它，不然你會很難判斷你應該要鋸在麥克筆的左邊還是右邊，因為那個麥克筆比較粗，然後我要鋸的時候，我要靠在一個我覺得比較穩妥的一個角度。我要找到一個適合的角度，讓它靠在上面不會晃動。然後你可以你可以先鋸掉前面這一條，然後再鋸掉後面那一條。那也可以從上面直接這樣往下鋸。但這樣往下鋸，有一個風險是，有時候我們雙手在固定這個界圈的時候，你會去壓它。所以你在往下鋸的時候，這個界圈有時候會被你扳變形，它就很容易把鋸絲夾斷。所以我個人的習慣是從前面往後面鋸，就這樣鋸過去。甚至是你可以把記號做在裡面，然後我們這樣子平放，從裡面鋸，把鋸絲放在裡面鋸。我示範給大家看，做一個記號。我把记號做在裡面，然後可以把鋸絲放在界圈裡面。然後你這樣子鋸的話，它其實比較穩，比較不會像這樣放在這個戳座的尖角上面，它會晃動。那你平放在戳台上面，它就會比較穩。這樣子就可以切下來一個很直的一個線條了。那接着我們就可以把它對在一起。你可以看到我切的這個線很有趣，我這個線是斜的，但是它們對起來是很剛好的。就是我剛畫的這個直線不一定是很垂直的，我如果是畫斜的，它就算我切的是斜的，它两個對起來還是平的。而且其實斜的接觸面比直的接觸面更大一點。我這樣切起來，這個縫隙很密，那可能只有上下高低有一點落差，我就稍微調一下也可以。哦，你可以看到我這個線條鋸的，其實很密，把它們靠在一起之後，它們左右交叉靠在一起之後，它這個線條其實很密。那唯一只有它這個上下會有一點落差，那我可以拿鉗子稍微夾一下。這個就是一般的平鉗，然後我包個衛生紙，然後上面我就不用包了，因為是內側有一個弧度，我如果用平鉗下去夾的話，它會有痕跡。那我在底下墊一個衛生紙，這樣下去夾，它就比較不會有痕跡。
好，夾一下它又比較平，可以再夾一下，讓它更平整一點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個接縫已經很平整了，然後上面看過去，這個縫隙幾乎是很小很密。那你如果希望它完全沒有縫隙的話，你可以再拿起來透光看一下，看這個縫隙，透光量會不會很大？如果它透光的縫很大的話，你可以再鋸一道，把它鋸得更密一點。好，那這個等一下就可以去焊接了。這個是我們直接用線條，然後在接棒上面繞成圈。你可以看到我，就算剛剛夾了以後，它幾乎還是很圓的。所以，等一下我們等一下在焊接完再整圓的時候，它可能就不會擴大太多。好，這是其中一個方法。這是剛剛第二種我用計算方式來取料的界圈。那我現在先把它切下來，這個地方是我剛剛做的記號。我們切金屬的時候，我們第一道通常會覺得有點卡，我們可以斜着上去，然後再下來。好，那切下來之後呢，如果這兩端你覺得有點沒有很平整的話，我們可以先錯修一下，把它錯平。當然我們錯修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手勢，所以它可能會導致你的這個平面會有一個向下的弧度。所以通常我會這一面搓完以後把它翻過來，在另外一面繼續搓一下，那它兩面都有一點平均。那等到你覺得搓得蠻平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把它合起來。我把另外一端也搓一下。好，那這個要合界圈的方式就跟剛剛又有一點不太一樣了，因為我們是直接取料下來，所以我會知道我焊接完繞成圈以後，它會離我的目標不會相差太遠，所以我現在的目的就只要把它靠近就可以了，把兩端靠近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們拿出我們這個不傷金屬的鉗子，把這個兩端直接想辦法把它靠在一起。那通常會變成一個上面是平的，下面是圓的這種形狀。那我們的目的只要讓兩端靠在一起是平行的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側面，它這邊已經是平的了，但是我的正面呢，微微的有一點點縫。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兩個金屬靠在一起，直接從中間切，我們是各自切好再對起來，所以它中間難免會有一些縫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就要再用鋸工重新再往這個路徑切過去一次，它這樣就可以切得很平了。你再用張力讓它上下對一下。好，我現在這個縫也很密，只要你有一點點縫，不管這個縫是在外面還是在裡面，只要你看得到縫，你都可以像剛剛那個方法，就再從原本的路切過去一次，那這個縫就會越來越密，越來越密，一直到最後它就會非常的平。好，我們現在看一下。剩下有一點，這個上下我們就可以靠鉗子來把它夾平。好，那這個跟剛剛的這個，這就是兩種不同的取料方式的成型的方法。那我們等下就去焊接。